装一个壁挂马桶也是一波三折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这是去年上半年装好的一个壁挂水箱。后期安装马桶的时候呢，是他们售后的师傅。售后的师傅呢，由于把这个去水管给切断了，这是厂家给重新补发的。师傅也过不来，然后我们来给装一下。现场拔掉这根进水管，才发现这根进水管也切断了。我们把它推进去，看它这个管到底能推多深。很明显，这根管也短了。正常情况下呢，我们要留到这个位置，墙面和这个棱儿下面这个棱儿要齐平。但是它现在你看往里推，就剩一半。按它现在这种情况呢，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不装，因为我们装马桶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咱们空到这个位置，陶瓷体擦的话，可能就会把这个管直接顶进去，会推进去，这样它外边的话外露的尺寸就不够了。它离墙呢，你看现在外露1公分半，我们还要加上海绵垫，而且陶瓷体也不可能说完全那么靠墙。马桶里面只差1公分的话，就跟开玩笑一样，如果漏了的话就是麻烦。最后我决定还是不装了，这根管也必须得换。重新补发的管终于到货了，今天过来给他把马桶装上。原管的长度差不多20多公分，这个就是根据我们固定水箱和后期贴砖，水箱的深浅不一，然后自由调节，做到要多长留多长。进水管和排水管全部都插到马桶上，这样我们开始量尺寸。插到位以后，我们从侧面这个角度用尺子来做一个参考。进水管和排水管凸起的这个棱和马桶靠墙的这个边几乎就是平行的，这样这2个棱呢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线。拔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插到墙体里面，这个一定要插到底。插到底以后，我们沿着墙边先给它画一条线。那么重点来了，这条线呢只是一个参考线，而不是我们实际要切割的线。如果从这儿切，那不是短了就是长了。我们实际要切掉的长度呢是2线之间的，就是中间多余出来这一段。用尺子呢量一下这个长度，差不多5.5公分。然后我们再重新做标记线，做好标记线按这个线去切。排水管呢也是一样，用尺子量一下这个距离，按这个距离去切。切割完的毛刺呢做个清理。我们现在呢先把进水管和排水管先和水箱连接在一起，这个地方呢可以擦一点硅油，这样我们在擦的时候呢很好擦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确定丝杆和陶瓷体固定的丝杆预留长度，这边是5公分，我们拧螺母的话再加2公分，大概7公分左右。然后我们把丝杆进行调剪，留到7公分左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陶瓷体和密封圈对擦的时候呢，厂家有的带硅油，没有的可以在外缘少擦一点玻璃胶，这样我们在对擦的时候就好擦一点。对了，和墙体的接触面呢，还有这个海绵垫子，这个要装上。正准备要装的时候，才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丝杆和马桶的孔对不上。马桶的孔距是23，丝杆与丝杆之间是18，我去，翻车了吧。当时装壁挂水箱的时候呢，这个马桶没有到，完全忽略掉这个丝杆的距离了。而且师傅在贴砖的时候呢，也只开了2个孔，旁边这2个孔看来今天还得重新开了。搞安装的就是这样，你不知不觉，这钱今天就赚得多了。重新开孔嘛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这总不能叫瓦工过来再重新贴砖吧？要干这个瓷器活还得有这个金刚钻。砖是普通瓷砖，里面是红砖砌的墙，所以这个孔也好打。用玻璃钻头还是深度不够，现在找了一个10毫米的三角钻头，用三角钻头把这个孔给它打通了，顺便呢再把它扩大一些，这不就开好了吗？大家有没有干过类似的活啊？像这种孔开一个应该收多少钱合适呢？
丝杆预留长度，我们刚才量的是7公分，还是调节到7公分。现场一片狼藉，现在我们要把这的卫生呢先搞一下。密封圈上面忘了保护了，全都是土。穿过螺丝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垫片的，先把这个垫片垫上，然后我们再上螺母。螺母前面还有一个铁的垫片。丝杆不建议大家留长呢，主要原因是后期还有一个装饰盖要扣，如果太长的话可能会碍事儿。在固定之前呢，要用水平尺把这个马桶陶瓷体调平。拧螺丝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用蛮力，两个陶瓷体中间夹了一个海绵垫，海绵垫有个起缓冲的作用，防止把瓷砖给它压爆。海绵垫子裁切掉，裁的尽量深一些，因为我们后期要打胶的。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2个装饰盖，如果螺丝太长的话，这个盖子不一定就扣得上了。水箱里面呢有一个脚阀，把这个脚阀打开，开始上水试水。裁切这个部分呢，可以借助刀子换一个新刀片，裁这个其实完全也可以啊。不过也可以借助角磨机，但是用角磨机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墙砖。这个位置是卡扣式的，只要你向下推一下，它就开了。4根丝杆的长度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们的功能不一样。带一个小把手可以活动的，这是固定这个面罩的。如果这个丝杆长呢，可以进行一个裁切，可以解掉一部分，向下一摁就可以了。另外的2根呢，就是排水孔的按接杆。安装完毕，最后一步呢，我们打玻璃胶，把这个边呢全给它收起来。墙体不规则，技术也不好，只能上手了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不足之处呢，大家多多指导。觉得有用呢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拜拜。